欢迎收看又是焦点新闻，我是肖元君，一起来关心今天12月11号星期一的重要新闻。纽约曼哈顿中城第42街和第8大道之间的港务局巴士站，今天早上在尖峰时段传出爆炸，嫌犯是27岁男子乌拉，多条地铁线路乘客随后疏散。港务局巴士站是纽约市最繁忙的通勤中心之一。爆炸发生在早上7时20分左右，一名男嫌将爆炸装置用带子绑在身上，在港务局巴士站的地下走道引爆管式炸弹，连同他本人一起，共4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纽约市警察局证实已收押这名嫌疑人。美国总统川普和纽约市长已接到爆炸案简报。当局立即疏散了地铁 A、C 及 E 线的乘客。纽约市长表示，男嫌乌拉自制人体炸弹，试图在圣诞节前学习纽约交通中心地带。爆炸地点接近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嫌犯乌拉来自布鲁克林区，他被 IS 煽动，是孟加拉籍。纽约警方已将此爆炸定性为恐怖袭击。市长白思豪 Blasio 也指出，虽然已经被逮捕，但他仍有同伙可能继续恐袭。纽约市警将全力保障市民安全。纽约州长 Andrew Cuomo 也表示，虽然恐袭被及时控制，但民众仍需提高警惕。焚烧面积最广、毁损最严重的托马斯山火，已在南加州燃烧超过23万英亩土地。大火已升至加州史上第5大野火，圣塔芭芭拉县已变成新灾区。被宣告为新常态的南加州野火仍在继续燃烧。到昨日晚间止，焚烧面积最广、损毁最严重的托马斯火区 Thomasville 已在南加州燃烧超过23万英亩土地。消防人员只控制15%的火势，大火已升至加州史上第5大野火。Santa Barbara County 已变成新灾区，滨海地区已因浓烟笼罩，数以万计的居民被强制撤离。火势在向 Carpinteria 和 Montecito 逼近。刚在 Carpinteria 花1860万元购置滨海新居的脱口秀主持人迪珍尼斯也不得不带着宠物撤离。昨日晚间 Santa Barbara 县已宣布新的撤离命令。由于多处电缆被野火烧毁，造成当地数以万计的居民无电可用。该地区弥漫着呛鼻的浓烟，即使不在强制撤离区的居民，因担心沿海的101号高速公路关闭，也纷纷趁机撤离。有关人员散发口罩给留在 Montecito 的居民。州长布朗9日视察范杜拉县灾区，表示野火高风险，预期将持续至明年1月。气候变迁使得1年4季都存在着发生野火的风险。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外长10号要求美国撤销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巴勒斯坦领袖甚至取消了与潘斯副总统的会晤。巴勒斯坦外长宣布，由于川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潘斯本月到访中东时，巴总统阿巴斯将不会与他会见。潘斯的办公室声明说，对巴方取消会晤表示遗憾，但美国政府仍致力于协助达成以巴和平协议。川普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遭到英国、法国和沙乌地阿拉伯等国的批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周五就川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除美国以外的4个常任理事国以及10个非常任理事国都对美方此举表示不满或遗憾，认为无助于中东和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10日表示，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恐阻碍美国促成以巴和平协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里则在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害怕川普此项决定会导致动乱，纯属过度渲染。但是阿盟成员国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川普的做法是危险的，并违反了国际法。他们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川普的决定。据法新社报道，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在9号不同时段宣布，历时3年多，终于成功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赶出伊拉克。
美国表示祝贺。据法新社消息，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日前向所有伊拉克人民及全世界宣布，已肃清了伊斯兰国的最后据点，完全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战争已经结束。同一天，伊朗总统鲁哈尼也通过电视发布这个消息。3年前 ，IS 发起闪电攻势，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约伊拉克国土面积的1/3。今年11月17日，政府军成功收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的最后一处据点拉沃镇，随后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发起清剿 IS 残余的力量。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衷心的祝贺，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伊拉克反恐和恢复重建工作。伊拉克军方发言人表示，有些地方仍有 IS 的影子，他们的成员企图渗透平民与村落，事情还没完全落幕。在叙利亚，根据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估计， IS 掌控约 8% 的戴尔祖尔省、斯省、哈马省有他们的踪迹，大马士革的雅木克巴勒斯坦难民营也有影子。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来临之际，旧金山湾区南京记活动也进入20年。众多本地政界和社区人士昨天举行纪念活动，要求日本现任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实现真正和平。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主席张兰珍表示，惨绝人寰，南京大屠杀80年过去了，对活着的人来说，仍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日本政府没有道歉及悔改，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不允许的。他称赞已故作家张纯如用生命告诉人们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罪行，并感谢张纯如的父母出席南京祭。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吴国宝重申，没有道歉，没有和平，并认为日本政府仍然想掩盖真相。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邵正印说，为纪念30多万死难同胞，呼吁在场人士每天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史维会26年前就开始活动，目的是要揭发日本军队的暴行。慰安妇正义联盟主席郭丽莲要求日本政府一定要道歉，并永远怀念逝者。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查利友表示，南京大屠杀已经铭记在历史记忆，中国人民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出席活动来宾包括旧金山市长李梦贤的夫人林进敏、第3区市议员佩斯金、第7区市议员于炳昂、旧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理事长池洪湖、慰安妇正义联盟共同主席郭丽莲和邓梦诗等。西甲巴萨10号客场以2-0击败比利亚雷亚尔，继续领跑西甲排行榜。球星梅西在下半场追平了欧洲足坛保持将近40年的进球纪录。巴萨队的梅西凭借这场联赛第83分钟的进球，再度为自己的履历添上一笔史诗纪录，追平由德国史上最成功的前锋球员外号轰炸机的穆勒在1965年至1979年间为德甲创下的打入525球的纪录，这纪录将近40年无人能破。梅西从2003年加入巴萨 C 队，2005年升为职业队，本季是西甲第14个球季，为巴萨效力的第18个球季。梅西一共出赛605场，打进525球，追平了穆勒，成为欧洲第5大联赛为单一球队的进球王。根据英体育数据公司 Opta 的资料指出，梅西今年为巴萨踢进49球，是2017年欧洲5大联赛的进球王。梅西早已成为巴萨队史上的进球王，同时也是西甲联赛进球王。以上新闻由优视频道制作，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